各位朋友，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身边有没有那种马来西亚华人朋友，一聊天就说等我毕业就润去新加坡，攒够钱就移民澳洲。更绝的是，但凡真踏出国门，再想让他们回大马，比让马来西亚足球队进世界杯还难。我认识个吉隆坡的华人小哥，以前在磁场街卖过乐沙，后来去新加坡读了理工学院，现在在滨海湾做程序员。上次视频通话，他背景是新加坡的夜景，手里端着一杯咖啡，慢悠悠说，不是我不爱大马，是大马的政策不爱我。这话听着扎心，但你细品，又藏着太多说不出的委屈。联合国出过个数据，说马来西亚有 5.5% 的人已经把户口迁到了国外。这数字看着不大，背后却是近90%华裔在用脚投票。2015到2025这10年，9.7万放弃马来西亚国籍的人里，华裔占了绝大多数。你以为他们是天生爱折腾？谁不想守着槟城的虾面，吉隆坡的夜市，陪着爸妈过安稳日子？可现实往往给你当头一棒，首当其冲的就是那道看不见摸不着的种族玻璃天花板。马来西亚宪法里明明白白写着，马来人是土著，享有至上特权。华人和印度人呢？说好听点是少数族群，说实在点，很多时候就是二等公民。就拿教育来说，大马有个固打制，公立大学按族群比例录取，马来学生占比能高达 75.5%， 奖学金更是90%定向给马来人。我有个华人学妹，高中3年全年级前3，马来语成绩比很多马来同学还好，结果考国立大学的时候还是被刷了下来。他爸妈不甘心，托人打听，得到的答复是今年华人配额满了。最后他只能去香港读大学，毕业直接留在了那边，说至少在这里成绩能当饭吃。你说这合理吗？站在马来人的角度，这是保护本土族群，可站在华人孩子的角度，10几年的努力抵不过一个族群配额，换谁心里不凉？更讽刺的是华文教育的处境。大马是海外唯一有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国家，从华小到读中，华人拼尽全力守护自己的文化根脉。可读中毕业生的文凭在马来西亚本土不被公立大学承认，只能去海外深造。等于说，华人孩子想在本土读个好大学，要么放弃华文教育改读国校，要么就只能背井离乡。这哪里是选择题，分明是两难题。教育的不公直接延伸到职场。在马来西亚，华人想进政府部门、军队难如登天。军队里马来人占比高达 93%， 公务员体系更是土著优先。就算进了私企，晋升也处处受限。我那个做工程师的表哥，在吉隆坡一家电子厂干了5年，技术能力全公司顶尖，可每次提拔部门主管都轮不到他。后来他才知道，公司有不成文规定，管理层必须保证一定比例的马来人，哪怕对方能力不如他。有人说，华人可以自己做生意啊，大马华人不是掌控着经济话语权吗？这话只说对了一半。1970年出台的新经济政策规定，华人开企业必须把 30% 股权和 30% 岗位交给马来人。你辛辛苦苦攒钱创业，到头来要分走1/3的成果给陌生人，换谁愿意？就连亚洲糖王郭鹤年都被逼得把资金转移到印尼、澳大利亚，全家搬去香港。他在回忆录里说，新经济政策就是伤害性快捷方式。这话真是说到了华人企业家的心坎里。当然，年轻人出国也少不了经济上的考量。马来西亚的企业所得税高达 24%， 在东南亚算高的，新加坡才 17%， 越南 20%。薪资差距更是离谱。同样是程序员，在吉隆坡月薪大概5000马币，折合成人民币不到8000，可在新加坡月薪至少3000新币，折合成人民币快 1.5万了。更别说新加坡的公共设施、医疗水平、治安状况都比大马高出一个档次。我那个去新加坡的小哥算过一笔账，在大马工作，除去房租、生活费，一个月剩不下2000马币。去新加坡之后，虽然房租贵点，但攒下的钱比在大马多1倍还多。更重要的是，在新加坡不用因为华人身份被区别对待，工作靠能力，晋升看业绩，这种公平感在大马是奢侈品。他说，我不是嫌大马穷，是嫌大马的机会分配太不公。说到这里，肯定有人要抬杠，马来西亚政府不是在搞改革吗？不是推出了第2家园计划，还说要创造120万个高科技岗位吗？这话我信，但效果呢？第2家园计划1年吸引1300个申请人，大多是退休老人，真正能带动创新的年轻人才根本不买账。至于高科技岗位，
半导体产业急缺工程师，吉隆坡的猎头找来找去，候选人都在澳大利亚定居了。问题的根源还是在政治结构上，马来西亚的政治权力始终牢牢掌握在马来人手里，就算有华人当部长、副部长，也大多是象征性权力。真正能拍板政策、分配资源的，还是马来族群的领袖。华人想当总理，这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天花板。前总理纳吉布还说过，国家要乱了，华人先遭殃。这种恐惧政治把整个国家都绑在了静止的道路上。2025年，安华的民调支持率涨到 55%， 可细节耐人寻味。印度裔支持率 68%， 华裔却有 43% 说国家在走错方向。这种分裂的数据不是经济问题，是国民认同的危机。马来人担心失去特权，华人担心被边缘化，族群对立成了政客拉选票的工具，最终受伤的还是这个国家的年轻人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一棍子打死，说马来西亚一无是处，也不能说华人出国就是忘本。大马的华人社群是海外保留华夏文化最完整的群体，他们守着华文学校，过着春节、中秋，说着闽南语、粤语，这份文化坚守值得尊重。很多华人出国后依然会想念大马的美食、亲友，也想过回流，但一想到那些无形的限制，又打了退堂鼓。我认识个华人医生，在澳洲行医10年，攒了不少钱，想回吉隆坡开诊所，结果考察了半年，还是放弃了。他说，在澳洲我靠医术就能立足，回大马我得先搞定各种关系，还要遵守族群配额，太累了。不是他不想回，是回流的成本太高，风险太大。还有人说，人才外流对马来西亚是好事，能减轻就业压力。这话纯属自欺欺人。马来西亚的国产车 Saga 1985年刚出来时技术领先，市场占有率高达80%，结果因为人才流失，研发跟不上，2017年干脆卖给了中国吉利。一个国家的发展靠的是人才，尤其是年轻精英。当最有活力、最有能力的年轻人都选择离开，这个国家的未来在哪里？回望历史，奥斯曼帝国搞米勒特制度，象征性给非穆斯林自治权，结果精英大量外流，最终沦为欧洲病人。1492年，西班牙驱逐犹太人，大批医生、学者、商人离开，科技创新瞬间乏力。马来西亚如今的困境和这些历史教训何其相似。社会多元本该是优势，却因为族群对立变成了人才流失的催化剂，这才是最可惜的地方。有人说，等马来西亚打破种族分割的铁墙，人才自然会回流。可这道墙积了几十年的历史沉淀，哪有那么容易打破？政客要靠族群对立拉选票，马来人不愿放弃既得利益，华人对未来缺乏信心，三方博弈之下，改革只能是小修小补。我那个新加坡的小哥说，他每年都会回槟城看爸妈，每次回去都觉得又熟悉又陌生。熟悉的是街头的烟火气，陌生的是越来越淡的华人氛围。华人占比从1957年的 37% 跌到现在的 22%， 照这个趋势，到2100年可能只剩 5.5%。他说，我不想我的孩子以后连说中文、吃中餐都成了奢侈，所以我选择留在新加坡。说到底，马来西亚年轻华人出国不归，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，是教育不公、职场歧视、经济差距、政治天花板共同作用的结果。这不是他们的错，也不是马来西亚的错，而是历史与现实交织下的无奈选择。我们不能指责那些出国的华人不爱家，他们只是想找一个能靠努力立足、能公平竞争的地方。也不能一味批判马来西亚的政策，毕竟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族群博弈和发展困境，是非对错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。只希望有一天，马来西亚的年轻人不用再靠移民寻找未来，华人孩子能凭着成绩考上理想的大学，职场人能靠着能力获得晋升，各个族群能真正平等共处。到那时，或许那些漂泊在外的华人会心甘情愿地回到故乡，毕竟槟城的虾面再远，也不如家里的味道香。最后说一句，选择没有对错，只是立场不同。愿每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安身之处，也愿每个国家都能留住那些愿意为他奋斗的年轻人。谢谢大家收看是是非非脱口秀，拜拜。